苏无忌打了几小时手机游戏，车子终于进了首都。他看着窗外的夜色与光影，笑道：老苏家说要回首都，没想到我先以这种方式回来了。我也没想到。刘鹏洲也终于开口了，他憋屈的一路都没讲话。身为纪律调查部门的实权处长，从来都是别的部门处他们。很多所谓的高官，一听说要被请到调查局喝茶，当即就吓得双腿发软。调查局的各大司什么时候有过这么憋屈的抓捕经历？又被绝密作训处的枪指着，又被首都大少威胁，而后面始终有一台车跟着，从宁海一路跟到了首都，大摇大摆，嚣张得要命，似乎就怕调查局的人不知道他们在跟踪一样。我也不想为难你。苏无忌看了旁边的刘鹏洲一眼，你看起来好像很有责任心，但小心成炮灰。刘鹏洲听了这话，呵呵一笑，他说道：我不知道你是什么身份，但是我尊重事实，你的行为严重恶化了最近缓和的两国关系，让我们的很多工作都打了水漂，这个责任得由你来承担。苏无忌微微一笑：我想抓捕现场的录像你肯定也看了，现在还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刘鹏洲说道：我遵守程序和规则，在抓捕间谍的时候，国安可以开枪，绝密作训处可以开枪，甚至特警也可以，但现场唯独你不可以。你这话说的可真轻巧。苏无忌嘲讽地笑了笑：你摸着良心说他们任何一人开枪，东洋方面只要一抗议，事后是不是都得招来你们的隔离调查？刘鹏洲面无表情：那不需要你来管。苏无忌摇了摇头：当时一个东洋中层管理猝死，如果不开那几枪，现场的东洋人就要乱了套了，你信不信？刘鹏洲扭头看了看他：所以你把火力吸引到你自己的身上，就是为了让你在国安的朋友们不受到处分。苏无忌说道：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刘鹏洲的声音忽然提高了：可你知不知道，当时谁把枪给了你，谁也得受处分。苏无忌哈哈一笑：绝密作训处给的，你找他们去。随后他加重了语气：你没有任何官方身份，更没有任何执法权，开了枪就是故意杀人。故意杀人。苏无忌没有半点生气，反而笑了一下：能不能告诉我是谁让你把案子朝这方向办的？刘鹏洲冷声说道：这是事实，我在办案的过程中不会受到任何人的干扰。苏无忌：那希望你也没有被东洋人干扰。刘鹏洲的眼光闪了闪：我只看原则。他还没来得及说什么，手机便响了起来，于是立刻坐直了身体，清了清嗓子，接通电话。苏无忌不禁觉得，这也就是在车厢里，不然这个电话刘鹏洲得站起来打。宋局，按照您的指示，我已经把人带到首都了。刘鹏洲说道。不知道这个宋局在那边回了句什么。刘鹏洲继续说道：好的，我会查清他身上有没有与国外势力相勾连的证据，请领导放心。而此刻，北环温泉大酒店，白旭阳早已经等在门口了。不，确切地说，4台黑色越野车把酒店进出口堵了个严严实实，里面的车子出不去，外面的人也进不来，堵了整整6个小时了。那些酒店主楼的住客骂声都要开了锅了，可是白旭阳仍旧没有任何让路的意思。今天酒店的营业近乎于瘫痪，酒店经理站在白旭阳面前：求爷爷告奶奶，希望他把车子挪开，
可是白大少压根理都不理。酒店的主楼是对外营业的，而入住的客人们并不知道，而后院那栋楼就是调查局审讯专用场地。旁边的秦桂玲拍了拍那经理的肩膀，笑眯眯地说道：这不是你能掺和的事儿，我建议你从你现在就躲回办公室，再敢在这里唧唧歪歪，当心小命不保。可是调查局的领导们那边我也没法交代啊。酒店经理觉得自己真是蜂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简直憋屈死了。你向他们交代个屁，这群傻逼的所有技能都用在对付自己人身上了。秦桂玲没好气地说道。她知道自己家里的某位长辈在年轻时候也曾经因为执行特工任务时候的一些行为受到了调查局的刁难，现如今一提起这个部门，立刻没好气地破口大骂。而这时候几台车子驶到了酒店门口，看着大门被堵上，刘鹏洲的眉头一皱，放下车窗问道：怎么回事？门口的手下小跑着过来说道：刘处，白旭阳把大门堵上了，所有人不给进出，太嚣张了。胡闹，这里是首都，他还想翻了天不成？刘鹏洲开门下了车，喊道：把车子挪开，把门让出来。白旭阳看了他一眼，理都不理，反而是把烟头一扔，指着旁边停着的一台商务车：咖啡，动作快一点。那台商务车的后备箱打开，正中央居然摆着一台现磨咖啡机，咖啡液滴落杯中，加奶不加糖。白旭阳端着一杯现磨低拿铁走到了商务车的后门前。热乎的，他说道。苏无忌竖了个大拇指，不愧是白大少调报了。白旭阳不阴不阳地说道：我看最吊的还是调查局，老子被这东洋人暗杀了好几次，也不见他们抓到人，现在好了，你帮我抓到了凶手，他们却把你弄到首都来了。刘鹏洲的脸色难看无比。这不能划等号，这在原则上不是一回事。白旭阳一把揪起了他的领子，沉声吼道：我他妈说是一回事。他这一发火，气势还颇有些骇人，让调查局的那几人都有点说不出话来了。刘鹏洲摇了摇头，叹道：白大少，你先别激动，你对我发火也没用。白旭阳发着狠道：那就把你们领导找来，老子一样打肿他的脸。秦桂玲撸着袖子：算我一个，我也得大耳光子抽他，压的就是一汉奸。哈，别激动。苏无忌喝了一口咖啡，走过来，伸手拍了拍白旭阳的胳膊：我只是让你来帮我送杯咖啡，谁让你俩来搞事了？把门让开。白旭阳仍旧攥着刘鹏洲的领子：我要是让开门，你不就被这丫的关进去了吗？细操！苏无忌说道：我就是去喝喝茶聊聊天，等把天聊透了，我也就出来了。白旭阳扭头看着他，问道：你确定？苏无忌笑了笑：你什么时候见我这么配合过？白旭阳回想了一下，确实觉得苏无忌好像有点反常。这倒也是。所以你就别管了。苏无忌一口气把杯中的咖啡喝光。咖啡味道不错，谢谢。白旭阳：谢什么谢？你跟我客气什么？秦桂玲说道：是啊，无忌，旭阳知恩图报，就算你现在要他把菊花洗干净，他也得乖乖去洗。苏无忌看向他：要不你先洗洗，我喜欢你这款。秦桂玲的表情僵在了脸上。白旭阳盯着刘鹏洲：我可告诉你，敢欺负他，我要了你的命。刘鹏洲把胸口衣服的褶皱抚平，随后道：即便你是白大少，也不能威胁国家工作人员。
白旭阳冷冷一笑：“好啊，你看我能不能欺负得了你？”刘鹏洲深吸了一口气，他确实从白旭阳的眼睛里读出了一股杀气。想了想，刘鹏洲还是说了一句软话：“我会按照法规秉公处理，如果白大少有什么意见，就去找我们宋局吧。”白旭阳的声音冷冷：“你说的是宋鹤鸣？”调查局的常务副局长。这一任局长过了年就要退了，宋鹤鸣接班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这个部门的权力之大，无法想象，因为这个调查局全称的前面还有2个字：仲杨。宋鹤鸣坐上了那个位置，简直相当于狄仁杰握住了亢龙锏。行，我让我爸去找他。白旭阳没好气地说道：“你们这群是非不分的锦衣卫，给我等着！”随后他对苏无忌说道：“这里面要是有人欺负你，那就一笔笔全都记着，回头咱们找他们一个个报复回来。”苏无忌笑了笑：“多大的人了还这么冲动，回去吧。”说完，他率先转身走进了酒店大门。2名调查局工作人员架着苏无忌的胳膊紧随其后。刘鹏洲跟上了几步，对苏无忌说道：“我不相信你把白旭阳叫过来，只是为了喝杯咖啡，你想让白家把你拉出去？”苏无忌站定脚步，微笑着看着他：“你错了，我把他叫来只是因为我真的想喝咖啡了。”这个时候，一台停在路边的商务车缓缓启动，一个戴着帽子的男人坐在后排，收起了相机，一边把内存卡里的照片导出来，一边打了个电话：“柔姐，按你的意思，我全都拍下来了。嘿，真没想到，最讨厌狗仔的你，居然愿意找我们合作。”在苏无忌不知情的情况下，童优柔居然私下里联系了狗仔队。这些家伙偷拍照片是专业的，甚至许多国家的间谍都不一定有他们偷拍的水平高。显然，柔姐是想要趁机制造舆论，借此给抓捕苏无忌的部门施压。在炒作方面，她无疑是最专业的。童优柔的声音在电话里响起：“开个价吧，这些照片我全都要了。”1张2万。狗仔说道：“我拍了100多张。”漫天要价2001张，你不同意，我也不买了。童优柔说道。其实狗仔觉得201张都给多了。他嘿嘿一笑：“2000就2000，只要柔姐全要就行。”童优柔说道：“给我个账号，我现在用私人账户给你们付款。”跟柔姐合作就是痛快。这狗仔笑道。他并不知道自己拍的是那啥调查局的照片，不然的话，打死他也不敢跟童优柔合作。20万已经打过去了。童优柔说道。好，柔姐，希望我们下次还有合作的机会。狗仔笑着挂断了电话。比起平时偷拍明星绯闻来说，这次童优柔给的任务简直和度假没什么两样，实在没有难度。早知道童优柔这么爽快，咱们刚才就多拍几百张了，这可就多赚几十万了。这狗仔有点遗憾地说道。不过等狗仔的车子拐了2个弯，到了一处僻静的道路转角，却发现后面有一台坦克500越野车以极快的速度挤上来，生生地将他们别停了。操，神经病啊，没招惹他，别我们这车干啥？车上的2个狗仔记者气得下了车，刚要骂人，却发现坦克越野上已经下来了一名戴着口罩的中年男人，他的手里居然拿着一把枪。我操！
这2个狗仔立刻怂了。哥们，你这玩儿真的假的？要不开一枪给你听听？这男人说着，用枪把狠狠地在一名狗仔的脑袋上砸了一下，那狗仔的脑袋顿时被开出了一个血口子。是真的。这狗仔捂着脑门蹲下，痛苦地说道：起码是铁的。中年男人直接把枪顶在另外一人的脑门上。刚刚偷拍的照片卖给谁的？你问这个干什么？我就是拍着玩的，有什么问题？这个狗仔说道。砰！这中年男人直接抬脚，重重地踹在了这狗仔的肚子上。说实话，他冷冷道。这一脚让这个狗仔肚子疼如刀绞，气都喘不上来。他缓了半分钟才说道：别打了，我说是童优柔。这狗仔说道。娱乐圈的著名经纪人，人称柔姐。童优柔。中年男人没有再问，而是说道：你拍的照片呢？拿过来。在车里。这狗仔爬回后座，取回了内存卡。照片都在这里。还有没有备份？这中年男人问道。没有，不敢备份。这狗仔说道。我很有职业道德的，平时只要照片卖了之后，底片过2天也会删掉的。他现在还没猜透这个持枪男人是要干什么。中年男人把存储卡塞进口袋，随后说道：买明天一早的机票去东南亚，你们手头有钱，那边消费低，够花上几年的了。我们为什么要去东南亚？这2个狗仔都很不解。如果明天不滚蛋，你们俩都会没命。这中年男人又狠狠踹了这狗仔一脚，沉声说道：今天这事情给我烂在肚子里，听到了吗？是，我们现在就买票。这俩狗仔都觉得眼前这男人的身上似乎有一股难以言说的气势，让人无法质疑他所说的话。让这俩狗仔记者当着自己的面买了机票，中年男人才放他们离开。随后他上了车，一边打电话一边摘下了口罩，居然是李清晨。小姐，童优柔找人拍了调查局带走苏无忌的照片，准备放在网上制造舆论。他说道。所有底片都被我拿到了。穆千羽轻轻哼了一声。这才认识几天，就愿意为无忌做那么多，这家伙的吸引力真是像夜空里的萤火虫啊。穆大小姐虽然没有出现在现场，但始终关注着苏无忌的状况。李清晨问道：要不要制止他？要是敢这么闹，童优柔的经纪公司应该也开不成了。说到这儿，他不禁也有些佩服童优柔的胆气，敢在网上炒作调查局的负面消息。童优柔这么做所招致的后果肯定会很严重，他自己都有可能被带走调查。冲冠一怒为蓝颜啊。穆千羽轻轻一笑。我喜欢和这种有胆气的姐姐当朋友，她想把消息放出来也没问题。这位娱乐圈柔姐的水平很高，调查局最后还真不一定能查到她的身上。算了，我还是拦她一下吧。李清晨说道。小姐，苏无忌这边……穆千羽沉吟道。以无忌的心性，这次就是主动入局，调查局里没有什么能威胁到他的。李清晨笑道。顶多会在审讯的时候受到一些辱骂。但是他这么一动，受牵动最大的会是谁呢？穆千羽分析着，又有点不爽了。这家伙每次动手前就不能跟我先通个气。挂断电话，他端着一杯咖啡走到了窗边。
北环温泉大酒店尽收眼底，后院的一栋楼更是毫无遮蔽地出现在了他的眼前。原来早在东阳召开发布会提出严正抗议的那一刻，穆千羽就已经在这家酒店办理了入住。起码距离这么近，需要帮忙的时候说不定也能提供一些帮助。还真是巧了。穆千羽的唇角轻轻翘起，他看到对面楼5层的一个房间亮起了灯。苏无忌走到了窗边，往外面看了2眼，拉上了窗帘。由于这时候天色已经全黑，穆千羽又没有开灯，所以苏无忌并没有看到这边玻璃后面的倩影。而他同样不知道的是，在酒店主楼的顶层水箱顶上有一堆铁锈色的防雨破布，这防雨布和水箱的颜色非常相似，哪怕白天都分辨不出来。一根枪管已经伸出了这块破布，对准了对面的调查局审讯楼。嚯，这房间可不小。苏无忌打量着自己的小套房，发出了灵魂疑问：这些贪官污吏被抓了之后还能住得这么好？这套房大概有50平，卧室、客厅，单独的卫浴，就像那种老式的国营5星级酒店，整洁干净。茶水台上还有茶包和速溶咖啡。跟在苏无忌身边的换成了一个年轻的调查局工作人员，他一边翻着苏无忌的资料，一边笑了一下。倒也不是所有贪官污吏都有资格住在这儿，能住进这里的起码也得副部往上了，你是个例外。苏无忌笑道：你对我态度怎么这么友好，不像那个刘鹏洲恶劣的要命。这年轻工作人员说道：住进这里的并不一定都有事，还有不少能顺利离开官复原职的。我在这儿可以给他们穿小鞋，但等出了这调查局的门，他们的一抬脚就能踩死我。苏无忌点点头，腾特。他看了看对方的胸牌，上面写着名字：调查局童明俊。还是你厉害。童明俊坐在沙发上，继续翻看着资料，说道：我其实挺佩服你的，能把东洋人气成那个样子也是本事，枪打得那么准，当过兵吗？苏无忌看了看对方，没有正面回答。你这是跟我闲聊还是在审我？童明俊哈哈一笑，直白地说道：我前年才研究生毕业，考到了这个单位，就算是想审人也没资格，我这次是负责陪着你的。说是陪，就是看守。苏无忌说道：厉害，能进这种机关部委的报考条件起码都得是研究生了。童明俊笑道：是啊，这岗位招3个人，报了3000个。我以前是东山的全省高考第3名，我妈还指望我进了机关光宗耀祖呢。可平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给那些进出这栋楼的上级开车门、端茶杯、搞服务。苏无忌笑了笑：天天接触的都是大领导，多少人享有你这工作机会呢？对了，我想洗个澡，你还要在这儿继续待着吗？童明俊说道：那抱歉了，刘处特意指示的，我全程陪着你同吃同住，你睡床，我就在客厅室沙发就成。苏无忌说道：这栋楼里的所有人都有这个待遇。童明俊笑道：这层就2个，另一个在你隔壁。隔壁住着谁？苏无忌问道。他这是走廊倒数第1间，隔壁只有1间房。那不能告诉你。童明俊说道。反正名声挺响亮的。苏无忌微笑道：我知道你们的习惯，同一个地方抓来的人都喜欢关在同一层，所以我隔壁也是宁海来的吧？可以啊，你连这种事儿都知道。童明俊笑着说道：不过你隔壁的那位审讯工作基本结束了，还要转出去了。这时候房门
被从外面打开了。刘鹏洲陪同着一个中年男人出现在了门口。看到那中年男人，童明俊立刻站了起来，结结巴巴地说道：宋局，您怎么亲自来了？调查局的常务副局长宋鹤鸣。调查局有自己的办公地点，酒店里的这栋楼只是负责审讯和关押。宋鹤鸣这种大佬很少会亲自到这栋楼来。童明俊来到这儿工作2年了，也只是在内部新闻上看过宋鹤鸣的样子，这还是第一次见到真人。这位实权副局长穿着黑色的行政夹克，身高1.75米的样子，目光敏锐，两鬓微白，面部线条显得颇为刚毅，年轻时候绝对算得上美男子了。宋鹤鸣往这儿一站，便显得干练有威严，哪怕一句话不说，也是压迫力十足。这种满含压迫力的气场，不仅是在官场上历练来的，还得上过战场。苏无忌第一眼便觉得这宋副局长的眉眼稍稍有点眼熟。小童，你先出去。宋鹤鸣说道。童明俊很意外，脸上明显有种受宠若惊的神情。宋局居然知道自己的名字。是。童明俊说着，立刻走了出去。彭州，你也出去。宋鹤鸣说道。刘鹏洲迟疑了一下。宋局，您的安全。宋鹤鸣一挥手，刘鹏洲立刻老老实实地关门出去了。你知道我是谁吧？宋鹤鸣对苏无忌说道。他说着走到了茶台旁边，烧了热水，撕开了2个茶包，放进了杯子里。你是宋副局长刘鹏洲说了，按你的指示要严办我。苏无忌语气微潮地说道。宋局不用那么客气，劳烦你这么大的干部给我泡茶，我多惶恐啊。宋鹤鸣居然笑了笑。我可是亲眼看到白旭阳这大少爷把这酒店大门堵了好几个小时，就是为了给你送一杯咖啡，所以我给你泡杯茶好像也没什么。苏无忌倒是有点意外，问道：您老人家今天一直在这栋楼里？是啊，出了这么大的事，我办公室的电话都要被打爆了，当然得躲到这边清静清静了。宋鹤鸣扭头看了看苏无忌。你小子不简单，这么多年我就没见白旭阳浮过水。这时候水烧开了，宋鹤鸣倒了2杯茶，递给了苏无忌1杯。1块钱1包的茶包，凑合喝吧。苏无忌有点吃不准对方要干什么，他吹了吹杯子里的热水。宋局长今天躲到这里，怎么没把你办公室里的那些好茶拿过来啊？靠我的工资可买不起那些茶，别人送的好茶我也不敢要，喝了他们的茶就得帮他们捞人。宋鹤鸣说道。以前我收到过2箱茶叶，打开全是金条和美金，所以我办公室里只有这种茶包。大晚上的宋局长来对我敞开心扉，以示公正和廉洁。苏无忌笑了笑。宋鹤鸣坐在苏无忌对面，微微一笑。在我这个位置上，总能知道一些其他人不知道的消息，总能认出一些被遗忘的人，总能想起一些淹没在尘埃里的往事。这句话颇有些意味深长。宋局长的排比句挺有水平的，还有点诗意。苏无忌说道。看来是这些年在机关里写材料练出来了。宋鹤鸣的眼睛里流露出回忆的神色。以前我常驻非洲，每年都要跟 CIA 和摩萨德干上好几次，至于跟非洲那些本土军阀武装交火，更是家常便饭。后来调回国内，受抓了好几年的间谍。苏无忌看着对方，神情不变。网上确实查不到宋局长的具体履历，没想到这么厉害。宋鹤鸣说道。再后来年纪大了，在一线拼不动了，才转到了后方，稍微安逸了一些。
不过官场的明争暗斗，让我还有些怀念非洲一线的真刀真枪。苏无忌佩服真当。宋鹤鸣吹了吹热气，吸溜着喝了口茶。没什么好佩服的，你小子也不用跟我客套，我在你这个岁数比你可差远了。宋局来到这里，具体有什么指示？苏无忌问道。不会是来跟我忆苦思甜的吧？你呢？我想问问，你小子这么大张旗鼓的把自己弄到这里来，动静搞得这么大，就差敲锣打鼓了，你想干什么？宋鹤鸣说道。他虽然表情上还有着微微笑意，但由于气场使然，使得他的这种注视更像是审视，带着一股无形的压迫力。苏无忌一摊手，宋副局长，我多无辜啊！明明是你们的人把我抓来的，那个刘鹏洲还要给我戴手铐的。呵呵呵呵呵。宋鹤鸣一脸看傻子的眼神，装得挺像那么回事啊。随你怎么想啊。苏无忌说道。宋鹤鸣说道。你可能不知道，东洋大使馆这么一抗议，好几个大型东洋企业的在华投资意向都出现了问题。毕竟东新汽车这么大的企业都受到如此对待，其他东洋商人担心华夏营商环境急转直下，就更没有安全感了。苏无忌活该。宋鹤鸣微笑道。商务口的那些人担心今年明年的外资招引会出大问题，打给我的那些电话全都是要求严办你的。苏无忌咧嘴一笑。那宋局长就按规矩来办好了，看看我违反了哪一条法规，直接重判了事。宋鹤鸣摇了摇头，指了指面前的青年。你小子油盐不进，我又不是来审问你的，这次能抓住东洋间谍，你立头功，佟优柔在功劳簿上排第2。显然他虽然身在首都，但是对现场发生的所有细节已经了如指掌，工作效率极高。苏无忌笑呵呵地问道。难得宋局长这么清醒，你这么清醒的老大，怎么会有刘鹏洲这么糊涂的手下？宋鹤鸣没搭理这句话，而是说道。被你用烟灰缸砸成脑震荡的阿部建勋，确实是有着领风组的背景。最近领风组的人在华夏活动的频率增加了不少，我也怀疑和这个阿部建勋有关系。苏无忌心道，游侠组织昨天还在宁海弄死了10几个领风组的武者，可惜不能说。这几年领风组发展实在是迅速，俨然成为了东洋的第1大黑帮，隐隐有了当年山本组的风范了。也是巧了，误打误撞。苏无忌说道。被这货骂了几句，一时上头，便用烟灰缸给他脑袋开了瓢。要是别人说误打误撞打晕了领风组的头目，我还相信，但这话出自于你口，我就不相信了。宋鹤鸣似笑非笑地看着苏无忌，继续说道。去年领风组的教官藤木和树秘密到了灵州，结果在我们监控人员的眼皮子底下消失，东洋那边都快找疯了。苏无忌一脸的无辜。我没听说过这名字，真的啊。不过他也暗暗惊讶于宋鹤鸣的能力，这家伙不愧是搞情报出身的，连这么多秘密的信息都知道。好好好，呵呵。宋鹤鸣摇了摇头，又说道。那我们再来聊聊别的。苏无忌一挑眉毛。别东西。宋鹤鸣。就聊聊婉欣的丫头和你一起出海作战，在公海上打掉了人口管耐集团的事情。苏无忌。宋局长，你要把我老底都给翻出来吗？要审问你就直说，别绕来绕去的。用不着审问了，我把各条线上与你有关的消息都联系在一起。你为什么主动来到我这调查局，就能大概猜得差不多了。宋鹤鸣微笑着说道。苏无忌发现能坐到这个位置上的，果然没有草包。愿闻其详。
他微笑着眯了眯眼睛。宁海发生了特大人口拐卖事件，海关有拐卖集团的内鬼杜卡罗组织，在宁海和灵州一带活动频率最高。东洋黑帮领风组也在这一片区域暗中发展势力。宋鹤鸣说道。你肯定认为这里面有个别位高权重的人在与他们里应外合。宋局长慎言啊。苏无忌一脸无辜地说道。我可没这么说。还有一个细节变化，应该也在你的预料之内，那就是宋鹤鸣盯着苏无忌的眼睛继续说道，本来东洋方面只是就你在抓捕现场商人提出强烈抗议，把矛头对准我国的营商环境大做文章，想要狠狠出一口气。而在几个小时之后，他们抗议的目的变成了要置你于死地，你不死他们不休。顿了顿，宋鹤鸣问道，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苏无忌耸了耸肩，他们恨我呗。他们对你的恨意突然就加强了，你能告诉我原因是什么吗？宋鹤鸣笑了笑，当然你不说我也猜得到。随后他抬起手来指了指隔壁。见状，苏无忌忍不住地说道，姜还是老的辣。宋鹤鸣摊牌了，他也就不演了。你在来到这里之前应该已经弄清楚了，按照调查局的工作惯例，从同一个地方抓来的人都关在同一层。宋鹤鸣说道。而你的隔壁就是几天前从宁海落马的周志远。周志远，暴风眼在他身上。是当下。苏无忌笑眯眯地说道。宋局长真是火眼金睛，有你老人家在，真是调查局之幸。少来这套。宋鹤鸣说道。我判断东洋的态度之所以产生了这些变化，还是因为你通过某种渠道故意泄露给东洋方面，让他们知道周志远是被你送进来的，是不是？苏无忌咧嘴一笑，笑容之中透着微寒之意。所以东洋方面被激怒了，也开始担心了。他们表面上强烈要求置我于死地，但更怕周志远多嘴，让他们的损失更大。宋鹤鸣，你当初怎么想到这一点的？苏无忌接着道。当时我和江晚星打造了这么大规模的东洋拐卖集团，华夏居然在内部只抓到了2个海关的内鬼，我就觉得不正常。2个海关的工作人员能搞出这么大的动静吗？他接着说道。这一次正好机会送到眼前，于是便一口气印证了我心中的所有想法。宁海的所有问题都和这个周志远有关，他在此之前向你们交代的问题，真的只是冰山一角。以茶代酒，敬你一杯。宋鹤鸣举起了茶杯，他的眼睛里有着一抹认真，更有着强烈的激赏之色。他似乎从苏无忌的身上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谢谢宋局理解，忙。苏无忌的茶杯和宋鹤鸣的杯子轻轻一碰，宋鹤鸣把杯中的茶水一口气喝光。痛快。我如果是宋局长，我肯定不会让周志远继续住在隔壁了。苏无忌说道。东洋人想杀我，但现在更想杀他，不然他会泄露更多的秘密。宋鹤鸣笑道。所以我顺手和你一起挖了个坑，能多坑几个就多坑几个。话音未落，砰砰砰砰砰，夜色下传来了3声枪响。隔壁房间的玻璃被打碎了，床上的被子被打烂了，棉絮翻飞。苏无忌，听这声音，用的是反器材狙击枪。宋鹤鸣却丝毫没有被枪声震到，他给自己添了杯茶，随后拿出对讲机，声音淡淡。生完。周志远已经被秘密转移了。今天在房间里活动的一直是一个体型和他有些相似的特工罢了。宋鹤鸣把所有情报综合在一起，
猜到了苏无忌的真实目的，于是将计就计，来了一出反包围。在东阳方面看来，苏无忌被调查局抓走，必然会暴露周志远。由于周志远的落马太过于突然，东阳方面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准备。他们本来还想抱着一线希望，在周志远没吐口的情况如下，保一保他，也不至于让那么多年的宁海间谍工作前功尽弃。可是现在，随着苏无忌在宁海和首都这一通翻江倒海，东阳方面必须立刻让周志远永远闭嘴。东洋大使馆对苏无忌的所有抗议和抨击，都是在转移华夏的注意力。宋鹤鸣不愧是一线特工出身，分析问题鞭辟入里，心态还稳得要命。在子弹连续射进隔壁房间的时候，仍旧有心情跟苏无忌一起慢慢品着茶。你小子不简单啊！宋鹤鸣看着对面的年轻人，笑着说道：不怕那狙击手再往这个房间开几枪？您老人家都不担心，我有什么好怕的？苏无忌举起了茶杯，顺手敬您一杯。什么老人家，别把我喊老了。宋鹤鸣摇了摇头，喝光了杯中茶，站到了窗边，拉开了窗帘。其实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你小子来到这儿是以身作饵，巴不得有狙击手直接对你的房间开枪。论胆气，我不如你。宋局长在反器材狙击枪的瞄准下，还能稳如泰山地坐在这儿喝茶，就没必要这么谦虚了。苏无忌说道。宋鹤鸣笑道：我能安安稳稳地坐在这儿，是因为我知道，对面那栋楼的一半房间里都是我的人，而另外一半的住客资料悬在我的办公桌上。苏无忌竖了个大拇指，厉害，在这一点上我可不如宋局。宋鹤鸣这位老牌特工的风格，就是从不打没准备的仗，不留任何的漏洞。以往在安排非洲大型行动的时候，他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2-3天，窗帘拉上，不见阳光，甚至连吃饭都不让助理送，只是用泡面和干粮对付。等2-3天之后，宋鹤鸣的房门打开，烟灰缸都满溢出来，而一个近乎完美的行动计划也随之出炉。当然，他也够霸道专制，制定对策的时候，副手连半点插嘴的资格都没有。这种稳扎稳打的方式，和苏无忌孤身一人的狂飙突进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宋鹤鸣站起身说道：这次得谢谢你跳到局中来，放心吧，凡是那些打电话要重判你的人，我都标记了，这些名字将成为调查局的重点调查对象。苏无忌觉得浑身轻松，幸亏有宋局这样英明神武的大内总管，我才能事半功倍啊。得了吧，估计在半小时之前，你小子还觉得我是个反派呢。宋鹤鸣笑道：什么大内总管，这是个好词吗？这时候敲门声响起来，刘鹏洲和2名穿着灰色西装的调查局成员走了进来。这位刘处长现在才意识到，自己从头到尾都被蒙在鼓里，明显成了工具人。此刻见到苏无忌，不禁有点尴尬。旁边的那名调查局成员说道：宋局，敌方狙击手埋伏在顶楼天台，往周志远的房间里开了几枪后，就重伤昏迷了，甚至没能逃走。苏无忌愣了愣，重伤昏迷？他疑惑地看向宋鹤鸣，宋鹤鸣也在疑惑地看着他。不是你安排的人？两人异口同声地问道。随后宋鹤鸣笑了起来，看来有人在帮你小子。苏无忌问向那名调查局成员：那狙击手怎么受的伤？后背有一个青紫的掌印。这调查局成员说道：应该是这一掌导致了他的严重内出血和深度昏迷。一掌？宋鹤鸣沉吟了一下，意味深长地说道：
看来出手的是个江湖儿女啊。苏无忌看向对面的主楼，那儿已经因枪声而亮起了很多灯光，但不知道帮助自己的人是不是住在里面。他说道：宋局对面的住客名单能不能给我一份？给你也不是，不行啊。宋鹤鸣说道：但算你欠我个人情，是你得还。宋局长这么抠？苏无忌一挑眉毛。刘鹏洲抬手一指苏无忌：你小子！苏无忌瞥了他一眼：刘处长，我要是你现在就老老实实把嘴巴闭上，友情提醒你一句，以你们宋局长的性格，大概很不喜欢你这种马屁精。刘鹏洲的脸都涨红了。你乱讲什么？谁是马屁精？你这是侮辱我，还是侮辱宋局？反正嘛，你在调查局目前应该是郁郁不得志，肯定没受重用，趁早换个单位。苏无忌说道。刘鹏洲瞪着苏无忌，简直想要暴走。宋鹤鸣拍了拍他的肩膀，微微一笑：你别激动，听小苏说完。苏无忌直截了当地说道：这次调查局折腾出来的动静这么大，如果这刘处长是心腹，怎么会连半点消息都没收到？刘鹏洲咬着牙：你别乱说，那是宋局指示在先，为了更逼真的迷惑东洋间谍。苏无忌耸了耸肩道：你开心就好。他这欠揍的表情让刘鹏洲很想动手打他。彭州挺有能力的，就是有些时候悟性差了点意思，以后在这方面多加强。咱们这岗位很多事情都要灵活处理，不能太死板。宋鹤鸣说道。其实以他的地位，愿意点拨这两句已经是相当难得的了。如果刘鹏洲能领会宋鹤鸣的真正意思，今后必然是一片坦途。是，我记住了，多谢宋局教诲。刘鹏洲立正说道。宋鹤鸣又指了指苏无忌：彭州，你身上欠缺的东西在这小子身上反而多得用不完，就今天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够你学上好几年的了。这句话让刘鹏洲有些震惊，他深深地看了苏无忌一眼，艰难憋出了一句话：是，我以后多向苏小兄弟学习。苏无忌倒是毫不客气，咧嘴一笑：你太蠢了，我懒得教。这时候宋鹤鸣的手机响起来，他听着那边的电话，对苏无忌说道：托你小子的福，周志远吐口了，已经有11个东洋间谍在首都和宁海落网了，还有17人在逃，我们已经展开追捕。这房间里其他几个调查局成员都有些震惊，谁能想到在宁海官声很不错的周志远居然和东洋人交往得如此密切。宋鹤鸣对苏无忌说道：我把住客名单发给你，你现在就来还我这个人情，怎么样？苏无忌摊了摊手，笑道：您这么大的领导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也没得写。平心而论，宋鹤鸣给他留下的第一印象相当不错。如果没有这位宋局长的主动配合，苏无忌想要达成目的，还得多费一番周折。宋鹤鸣说道：这次追逃工作交给你来主持如何？听了这句话，那2名调查局工作人员都瞪大了眼睛，满是难以置信。毕竟这次追逃间谍的工作极为庞大繁杂，难度和危险性皆是极高，怎么能交给这么一个编外人员？更何况他着实年轻的有点过分了，调查局从来没有过这个先例。刘鹏洲更是忍不住地说道：宋局，他行吗？这小子看起来不靠谱。宋鹤鸣看了他一眼，淡淡说道：彭州啊，我刚刚交代你的那几句话，你看起来是没听进去。这淡淡的话语所传递出来的压迫力，终于让刘鹏洲意识到，
自家领导可从来都不是那种和蔼可亲的类型。可是为什么他偏偏能对苏无忌表现得这么平易近人？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不过面对这么重的担子，苏无忌却推辞了。他说道：宋局，你这么大的领导不带这么推卸责任的，我可没那个能力，万一指挥失误了，别砸了你们调查局的招牌。宋鹤鸣看向几个手下：你们出去给无忌安排一下夜宵，然后让岳处长过来找我。刘鹏洲有点摸不准领导的心思。宋局给他按什么餐标准备，再压人员的标准。宋鹤鸣没好气地说道：我什么标准，他就什么标准。等这几人离开，房门关上，宋鹤鸣打量了一下苏无忌，呵呵一笑：我可不认为一个能在4年前煽动着大洋对面的民众冲进国防大楼和国会大厦的家伙会指挥不了这场追逃行动。苏无忌像是触了电一样跳开：宋局长，你不要乱讲，我那时候才多大啊，怎么会干这种颠覆别国政权的事情？宋鹤鸣笑呵呵地说道：对了，我听说那次米国特勤局在你的手里吃了大亏，那几个高级特勤组长躲进了化粪池才逃过一劫，他们后来全球找了你好几年，恨不得把你的皮给扒了。苏无忌重重叹了一跺脚：我再说一遍，不是我干的。宋局长，你不能仗着自己的官大就能血口喷人。宋鹤鸣笑了笑道：你天生就是干间谍的料。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您老人家这句话可不像是在夸奖人。这时候敲门声响起，刘鹏洲送进来了2盒盒饭。来，边吃边聊。宋鹤鸣招呼道。苏无忌说道：我只想吃不想聊。宋鹤鸣笑着看着苏无忌一眼：早知你不会答应，这样吧，我让手底下的得力干将来主导这次行动，你来当行动组的副组长，就在旁边随便帮帮忙，行不行？苏无忌低头扒饭：女的可以，男的不行。这时候敲门声响起，一个穿着灰色修身西装的女人出现在了门口。宋鹤鸣微笑道：介绍一下调查局行动处长岳冰凌。进来的这个女人看起来30岁左右，她的个头高挑，肯定超过了1.7米，留着垂至脖颈的中短发，腰背挺直，2条腿很长，腕线过裆。这虽然是调查局的制式西装，但是穿在她的身上却显得无比的合身与利落，直角肩和纤细的腰肢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而那西装裤则是紧紧贴合着腿部线条，把那修长笔直的特点很直接地展现出来。这女人的身上没有任何的首饰，无论是那微微扬起的下巴，还是清冽的眼神，都透出了一股极为高冷的气质。冰凌，此次追逃间谍行动，行动组由你指挥，但是我给你配了个副手。宋鹤鸣把苏无忌拉了起来：介绍一下小苏，苏无忌。你好。岳冰凌并未伸手，只是淡淡说道：调查局行动处处长岳冰凌。苏无忌往嘴里扒拉了一口米饭，才捏着饭盒说道：挺好，岳处长看起来比那位刘处长礼貌多了。此刻他不禁在心中暗骂宋鹤鸣老狐狸，明明早就安排好了，只是想要让自己当个副手，明明知道自己会拒绝，一开始还偏偏故意让着自己担任总指挥。妈的，自己居然被全程套路了。宋鹤鸣笑呵呵地问道：小苏，我问你，你看到岳处长的第一眼对他是什么评价？苏无忌：说实话，命。宋鹤鸣：当然要说实话。苏无忌又扒了一口饭：
长得不错，腿挺长的，大腿还有肌肉，符合我的审美。岳冰凌听了，眼神微冷。宋鹤鸣咳嗽了2声。还有吗？苏无忌又补充了一句。很骄傲的女人出身应该不错，看起来不太好相处。童幽柔也是女强人，但是她的干练和眼前这个女人身上的干练感觉又是截然不同。这女人的干练更像是一种杀伐果断。听了苏无忌的这句评价，岳冰凌的眼神能冻死人。小苏，你先吃饭，等吃饱了来和冰凌对接一下追逃情况。宋鹤鸣说着，示意岳冰凌跟自己出来。宋局长，你知道的，我不需要副手。岳冰凌说道。我的组员已经配备齐了，行动组里只能有我一个声音，不需要再塞一个碍手碍脚的副手给我。即便是跟自己的直属领导讲话，他的声音也是冰冰冷冷淡淡的。组长在行动组里一言堂，这是出于对自身能力的强大自信。调查局里有好几个中层领导都是这种风格，也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宋鹤鸣的影响。宋鹤鸣笑了笑。我是不是该表扬你进步了？有意见知道出门再提了。刚刚没有当着小苏的面直接拒绝我，我还挺意外。宋局长，你知道我的行事风格，即便硬塞一个年轻人到我的组里来提升履历，我也不可能给他一丁点的发挥空间。岳冰凌说道。听了这句话，宋鹤鸣摇了摇头。冰凌这么重要的行动里，我会塞个人来给他提升履历，这是为了你好。这个小苏必须是你的副组长，没得商量。岳冰凌没有再拒绝。好，那我希望他不要干涉我的任何决定，但是我看他的样子有些吊儿郎当，轻浮轻佻，和我的脾气会有冲突。宋鹤鸣笑了笑说道。冰凌，过刚毅者，你的能力很强，但是性格太硬，需要有人来好好平衡一下。这里是中外调查局，不是部队的保卫局。你既然已经转业了，那么工作风格就需要有些变化。好的，那我先去会议室，等这个苏无忌吃完了饭，再让他来找我。岳冰凌往前走了2步，又忍不住的回头补充了一句。但是宋局长，我也把话说在前头，如果这个苏无忌完不成我安排给他的任务，我会第一时间把他踢出去的。等岳冰凌走了之后，宋鹤鸣摇了摇头，走到了走廊旁边的一间办公室，对着瞳孔识别器看了一眼，打开了门锁。这是宋鹤鸣在审讯楼的专用办公室，虽然他1年到头也来不了2次。在桌子上摆着2部电话，一部红色，一部白色。红色是特殊专线，绝对无法窃听。拿起红色电话，宋鹤鸣拨了个号码。白秘书，老领导睡了吗？关于冰凌的一些事情，我想向他汇报一下。白秘书说道。首长还在办公室，宋局长稍等。过了半分钟，一道略显威严又透着些许疲惫的声音从听筒之中响了起来。鹤鸣啊，找我什么事？老领导，关于周志远的事情已经开始全面收网了。我让冰凌担任追逃专案组的组长，给他配了一个行事灵活点的副手，但是冰凌对此有些抵触。这丫头就是在部队里待得太久了，行事只认规则，不认人情，这性子确实得掰一掰。电话那边说道。对了，这次的事情你反应迅速，当立头功。宋鹤鸣却笑了一下。惭愧，老领导头功不能算我的。哦，那是谁？电话那边明显来了兴趣。他叫苏无忌，才20多岁，周志远的落马和他就有着直接关系。
随后，宋鹤鸣便把苏无忌做出的事情简略地讲了一遍。原来是这小子，童宇晚上给我打了个电话，还专门提到了他，对这小子评价甚高。这老领导说道。不愧是苏家子弟，英雄出少年啊。宋鹤鸣说道。我把苏无忌塞进行动组，让他当兵临的副手。这小子行事从来没有固定套路，特别灵活，正好可以和兵临互补一下。好，这种小事你看着办就行。这老领导说着叹了一声。周志远的事情牵扯太多了，影响太恶劣，记得在追逃过程中控制舆论影响。是。宋鹤鸣说道。我对苏家这小子以前就有所耳闻，如果可以的话，不要让他和国家太有利。老领导说道。是首长，我也是这样想的。宋鹤鸣笑道。这小子真的是干特工的好材料，我不能让他被国安抢了去。你呀你，和国安的关系也别搞太僵了。老领导又叮嘱了一句。尤其是这种追逃行动，调查局下次可以和国安联合作战，不要大包大揽。宋鹤鸣能听出来，这绝对是老首长对自己的敲打了。是，首长放心。宋鹤鸣笑道。挂了电话，他却摇了摇头。首长的叮嘱归叮嘱，但是宋鹤鸣在这方面独断专行习惯了，一山不容二虎，和国安联合行动，每次都有意见分歧，所以后来再遇到这种事情，调查局直接成立行动组，绕开国安进行办案。也由于宋鹤鸣这种强势的性格，使得其他部门对调查局的工作作风颇有意见。而这个时候，苏无忌一边吃着盒饭，一边翻看着酒店的入住信息。突然，他的动作停顿了一下，一个熟悉的名字映入眼帘。穆千羽啊！苏无忌眉头一挑，明显非常意外。他怎么会在这儿？苏无忌本想打个电话，但想了想，还是收起手机，记住了穆千羽的房间号，随后走下了楼。岳冰凌站在会议室的窗前，目光落到楼下，正好看到了苏无忌走向主楼的背影。他打了个电话给刘鹏洲。刘处长，你把苏无忌的号码给我。岳处长，那小子可是个刺头，我把他从宁海带回来，这一路上被他烦得头疼的要死。刘鹏洲吐槽道。岳冰凌直截了当，我要他的号码。我又不是来听你废话的。刘鹏洲说道。岳处长稍等，我发给你，但是你得提前做好心理准备。他的话还没说完，岳冰凌就把电话挂断了。而宋鹤鸣此刻也是站在办公室的窗前，他看到了苏无忌的身影，自言自语：这小子应该从名单里看出了点什么。穆千羽也是个让人看不透的姑娘。显然宋鹤鸣对苏无忌的了解已经非常深入了，连谁和他交好都一清二楚。等到了穆千羽的房门口，苏无忌也没有选择发信息或者打电话试探，而是直接敲门。是我开门。啊，等一下。穆千羽的声音传来。10几秒之后，房门才打开，苏无忌便看到了穿着浴袍、光脚站在地上的穆大小姐。她的头发还在往下低着睡。显然，之前耽搁的那10几秒里，穆千羽应该是恰巧刚洗完澡，拿着浴巾胡乱擦了擦身上，便裹上浴袍赶来给苏无忌开门。你怎么来了？穆千羽问道。虽然是明知故问，但他确实没想到苏无忌竟是直接找到了自己的房间号。一想到自己暗中的关心可能要暴露，穆千羽的心脏不禁砰砰跳。然而苏无忌并没有立刻回答，眼光仍旧落在他的脸上。
此刻的穆千羽实在是太美了，那白皙弹嫩的肌肤透着水润的光泽，双颊之上还有着出浴后那种动人的淡粉色。几缕湿漉漉的发丝贴在脸颊，晶莹的水珠顺着线条优美的脖颈线条缓缓滑落，划过锁骨，消失在浴袍深处。那白皙的双脚小巧玲珑，脚趾圆润可爱，像是精心雕琢过的美玉。酒店房间的射灯照在穆千羽的身上，让他全身被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苏无忌被这出水芙蓉的梦幻感击中了，挪不开眼神，竟是10几秒钟之后才反应过来。卧气真好看。苏无忌说着闪身进了房门。被苏无忌夸了这么一句，穆千羽俏脸微热，他把浴袍的腰带紧了紧，毕竟匆匆忙忙穿上浴袍，里面可什么都没有。你没事了？穆千羽问道。眼看着苏无忌直接上了门，他也没再否认自己知道这事儿。苏无忌笑眯眯地说道：托穆大小姐的福，现在彻底没事了。为什么是托我的福？穆千羽自嘲地笑了笑。我倒是凑过来想帮忙，都还没帮得上呢。苏无忌抬手指了指天花板，顶楼有个东洋的狙击手被神秘人一掌打成了重伤。穆千羽的眉头轻轻皱起。有这事儿？苏无忌仔细看着面前这张千娇百媚的面庞，不确定对方是不是在刻意展现演技。确实，穆千羽此刻的疑惑非常像真的。然而就在苏无忌准备继续问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起来，一个陌生的首都座机号码。苏无忌接通，岳冰凌那冰冰冷冷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苏副组长，行动组在2分钟后出发，楼下集合。2分钟？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干嘛这么突然？我来不及呀。岳冰凌说道。从你的房间到1楼2分钟足够了，现在还剩1分45秒，过时不候。说完电话直接挂断。